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近些年净水器销售火爆，人们对饮水健康的意识也不断加强，更多的人愿意为了能喝上一口健康的水而纷纷掏钱买单。一提到这个净水器，各种五花八门的高科技、花里胡哨的滤芯最能骗人了，还有一些进口产品、进口技术等等，老百姓一琢磨，多花点钱肯定没错，因此让很多不了解净水器的人当了冤大头。那么市场上1、2千元的净水器和7、8千元的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要先了解3点真相，避免上当受骗。真相1：净水器说白了就是几个滤芯，加上一个水泵、2个电磁阀，还有一个外壳，真不是什么高科技。其次，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所谓的洋品牌其实都是国产的，只是卖给你个商标而已。这个净水器除了外壳跟品牌之外，内部的所有零部件都是采购组装的。如果咱自己有动手的能力，能少花不少冤枉钱。就拿现在主流的RO 反渗透来说，1、2千的也有，7、8千的也有，基本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净水器起作用的就是它里面的滤芯儿，成本不过在1000元左右，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所有的净水器厂家只不过是换个壳而已。真相2：净水器的水质好坏只跟滤芯有关系。再好的净水器滤芯的质量要是不过关的话，滤出来的水也是白瞎。因此水质的好坏主要是靠滤芯的，而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概念。都是一种材质过滤出来的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且滤芯是易耗品，用上2、3年以后，你要是不更换的话，这台机器也是废品。所以说滤芯是要看里面的滤材哪种更好，只要用上好的滤材，水质是有保证的。这个跟净水器的品牌是没啥关系的。如果你感觉塞到你橱柜底下那个8千元的净水器能让你感觉到有面子，那只能说你是人傻钱多了。真相3：净水器的实际作用是过滤自来水，提升水质，方便饮水。再高端的净水器也不会改变水的本质，水还是自来水，对身体没有任何新陈代谢的效果。不要相信那些夸大的虚假宣传，说什么净水器还有美容养生的功效，说什么过滤的自来水对健康有好处，甚至还能缓解慢性疾病等等，这些肯定是妥妥的智商税，说白了就是商家的营销手段。还有什么弱碱性水、磁化水、能量水，什么矿物水、富氧水、小分子水等等，都只是些概念而已，并不靠谱。咱们要理性看待，千万别被误导了。大家都知道，水垢的主要成分就是钙、镁离子，重金属也是离子。净水器它就是个筛子，它能区分这个离子跟那个离子吗？咱们也只能说，过滤的网眼越小，效果就越好，也就是筛子越细越好。目前在众多的净水设备中，当下比较热销的净水器产品有超滤净水器和反渗透净水器2种，其实都属于末端净水产品，适合安装在厨房里。超滤净水器的过滤精度是 0.01 微米，反渗透净水器的过滤精度是 0.0001 微米，可见两者的净水效果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想净水效果达到直饮，无疑反渗透净水器是最佳选择。有必要装净水器吗？首先，咱们家用的自来水出厂的时候一定是符合标准的。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前置净水设备到中央净水器这类产品，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家庭用水电器，防止堵塞的作用。而对于饮用水来说，危害最大的就是钙、镁离子和重金属污染物，什么肾结石、铅中毒都是这些东西的功劳。而唯一能过滤这些的东西叫做 RO 反渗透膜，经过了这层膜过滤的水，才能真正达到无污染直接喝的标准。然而现在一些不良商家卖的一些上万元的高端净水器，不管有没有 RO 膜，都在说自己的机器净化出来的水可以直饮，什么 PP 滤芯、活性炭滤芯、超滤滤芯，你有再多滤芯儿也解决不了钙镁离子的问题，喝完该结石还结石，就是彻头彻尾的智商收割机。所以除了反渗透净水器，其他的其实真没什么必要。其实买净水器没那么复杂，给大家3点参考建议。第一，净水器不需要买太贵的，现在这么多性价比高的国产净水器，2000以内的就很不错了，普通家庭完全够用。其次，一定要有 RO 反渗透膜才能够过滤掉金属离子。第二，一定要买能插电的，因为 RO 膜需要物理加压，出水才快。第三，净水器的滤芯用一段时间就需要换，所以一定要注意更换滤芯的成本，不然买得起可能用不起。像某力品牌的超滤机产品，价格卖到7、8千，而每年更换滤芯的费用是1580元，简直是智商税。说在最后，净水器可以提升水质，还方便家庭饮水健康，不能说是没用的，买了就是智商税，但没必要花大价钱。
另外，是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必要安装？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家的水质问题以及生活中的用水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不要盲目的跟风，冲动消费。购买前最好多了解一些净水的常识，才不会花冤枉钱。记得我小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的喝水方式还是传统的烧开水模式，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饮水健康问题了，于是很多家庭都纷纷选择安装了净水器。尤其是在近些年，可谓是盛行家装行业，不管是城市还是乡镇，都在享受净水器带来的生活便利。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新房装修选择安装净水器的家庭越来越少了，甚至还出现了被很多安装过的人诟病的情况，很少推荐别人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净水器如今会跌下神坛，失宠了呢？本期小东就客观地说一说净水器的优缺点，帮助大家避坑。一、净水器为何会走红，都有哪些优势？一、杜绝二次污染，提高用水健康。很多家庭选择安装净水器，主要是担心水质不好，影响健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虽然自来水出厂时都是合格的，但自来水水质符合标准，但并不等于一定达标。咱们都知道，自来水从出厂到各家各户需要较长的管线，而且很多高层小区还需要水箱二次供水，必然会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那净水器的主要作用就是能过滤掉水质中的重金属、细菌等有害物质，提高用水健康。二、改善水质，口感更好。不可否认，大多数家庭的自来水口感都很差，这是因为自来水的标准对于水垢、余氯残留以及部分化学物质只是做了限定，并不会完全过滤。所以有些地区的自来水烧开后不仅有异味，而且水垢也非常严重。而净水器过滤后的水会更加纯净，口感也相对香甜可口。这也是很多有常年饮茶或者爱好喝咖啡的人群愿意选择安装净水器的根本原因。三、价格并不贵，安装有面子。有一说一，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对净水器并不了解，之所以选择安装，纯属是虚荣心作祟。说白了，就是看到邻居家装了，自己也随大流跟风，不装的话觉得没面子。此外，现在的净水器也不是什么高端家电，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产品也相对成熟，即便是选择个国内一线大牌，价格也基本在2-3千元，大部分家庭都装得起。所以很多新房装修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会选择安装一台净水器。二、净水器有哪些缺点？为何会跌下神坛？一、综合成本高。净水器不同于其他刚需家电，安装后并不是一劳永逸，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消耗滤芯，产生耗材。也就是说，净水器除了机器本身的成本和安装费用之外，每年的耗材使用成本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多数家庭安装的都是厨下反渗透净水器，其中滤芯基本就是活性炭滤芯、PP 棉滤芯、RO 膜滤芯3种，但是每年的换芯成本从800至2000元不等。这使用成本对于普通家庭确实负担很大，综合成本太高了。二、定期换滤芯太麻烦，这一点是目前很多业主诟病最多的地方，就是滤芯更换太频繁，而且时间不透明。理论上来说，滤芯的更换周期应该是按照滤芯的损耗程度作为依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商家为了让用户多掏钱，把滤芯的更换周期设定为仅有3至6个月，甚至还设计了滤芯剩余使用天数，不及时更换的话，机器就自动报警，反复提示。我家亲戚一家人出门旅游半年，回来后家里的净水器就提示更换滤芯，这也坐实了一点，就是跟你使不使用没啥关系，跟水质和耗材也没半毛钱关系。不得不说，非常鸡肋。三、纯废水比高，浪费大。净水器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利于滤芯、RO 膜不断的过滤水质的杂质，然后就会产出纯净水，当然也会排掉大量的废水。所以说，不管你是选大通量的还是小通量的，废水比是3:1或是2:1的，都会产生废水，只是多少而已。说实话，中国人骨子里都有节俭的传统美德，看着净水器产生这么多废水，白白流走了，确实感觉太浪费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废水可以2次利用，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啥的。但事实上，废水水质太硬，尤其是北方地区，里边有很多杂质，拖地对拖把和地板都有影响，浇花会导致土壤板结，养鱼也根本养不活，所以还是不用为好。四、夸大宣传，质量参差不齐。在高端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它的本质还是水，并没有商家夸大宣传中所吹嘘的美容、养颜，甚至能治疗疾病的功效。
这些说好听点就是商家用来推销产品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就是智商税。很多人用过之后就发现是骗局，时间一长也就不再上当了。另外，净水器也并非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无非是几个滤芯加一个外壳组成，成本不过几百块。可有些所谓的进口品牌，标价动辄5、6千元，实际上和国产品牌1、2千元的产品过滤出来的水质并没有任何区别。还有一些杂牌小厂生产的净水器，以次充好，过滤精度根本不达标，也来宣传可以直接饮用。这一现象在净水器行业也普遍存在。上述这些综合原因导致净水器行业口碑下降，最终被无数家庭所抛弃。总结：综上分析，净水器可以解决自来水2次污染，改善水质，提升口感，这些是它实打实的优点。但行业不规范，产品夸大宣传，质量参差不齐，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还存在综合成本高、换新麻烦、产生废水等缺点，所以最终会跌下神坛，不受大家待见了，也不足为奇。在我看来，家庭装修要不要安装净水器，还是取决于当地的水质和个人生活习惯。如果不能接受它的缺点，还不如直接选择桶装水，更方便实惠。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前置过滤器也能在装修界引起轩然大波，真的是说啥的都有。前段时间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和我聊起前置过滤器的事儿。他家刚换了新房，正在装修，目前正处于改水电阶段。本来打算给家里装一个前置，因为原先住的老房子的水质就比较差，但在看到网上有一些装修博主说这东西纯粹就是智商税，也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还会造成2次污染，搞得他现在没主意了，想问问我的意见。前置过滤器是不是智商税？有必要安装吗？其实我家就有一台，现在也已经用了2、3年了，正好借助这个话题，也和大家聊聊这事儿，说下我的观点和感受。下面我汇总了老同学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和大家好好梳理一下，这样也能更方便大家观看和理解。如果你和他有一样的顾虑，不妨耐心看完，相信可以解决你心中的困惑。首先咱们要了解什么是前置过滤器。前置过滤器它是净水设备的一种，之所以叫前置，主要因为它是装在用水最前端的一个设备，是咱们家庭全屋用水的第一道保护屏障。它是通过不锈钢滤网来过滤自来水当中大颗粒的泥沙、铁锈、虫卵等这样的杂质。它的作用是可以提升用水的水质，保障饮水和用水安全。但是大家要清楚一点，前置过滤器它只是一个粗过滤器，也就是说它起到的是基础过滤的作用，对于颗粒很小的杂质，前置过滤器它是拦截不了的。安装前置过滤器到底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非常有用。经过基础过滤的水源进入到自家后，不但能提升厨房的用水卫生，还对咱们家里的用水设备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像平时在家里做饭、洗米、洗菜，如果水质不好的话，长时间使用必然会给咱们的健康带来危害。其次，像咱们家常用的水龙头，基本都是陶瓷阀芯的。陶瓷阀芯中间一旦进入泥沙颗粒，那这个水龙头的阀芯基本也就报废了。还有，家里如果安装了大几千的净水器，如果装了这个前置的话，可以过滤掉这个大颗粒的杂质，就相当于保护了这个净水设备，后期更换滤芯的时间和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我认为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是有必要装的，特别是家里装地暖、热水器、壁挂炉的家庭，它可以减少因泥沙沉积而产生的维修费用，大大延长这类设备的使用寿命。前置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和什么时间安装。前置过滤器建议安装在家里的水表或者是入户总闸的前面，这样就保证了进入室内的自来水都是被过滤了的。不建议只是安装在厨房下面或者是洗手盆下面，这就起不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了。前置过滤器一般在水电进场打压测试后就可安装，记得提前购买并告知装修的水电师傅预留安装的位置。有些人说前置过滤达不到饮用水标准，所以是智商税。首先，前置过滤器它不能代替净水器，它的功能只是基础过滤，本来也是达不到饮用标准的。想要达到饮用标准，还需要安装 RO 反渗透净水器或者是直饮净水器才可以直接饮用。咱要知道，安装前置过滤器和安装净水器本身不矛盾。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东北的冬天很冷，我们都要穿毛裤甚至棉裤才行，你偏要说秋裤的保暖性达不到毛裤的水平，所以穿秋裤就是交智商税吗？
借这个比喻是想说明前置和净水器虽然都是过滤装置，但是它俩起的作用和达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像前置价格比较便宜，我家目前用的这个才400-500块钱，市面上1000多块钱就算贵得了，而且它不用更换滤芯，你定期反冲洗就行了。如果太脏了，你拿刷子刷一刷就干净了，前期的投入和使用的成本都很低。5. 关于如何选购和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1. 前置过滤器不锈钢滤芯有304和316两种，要选316的。316是医用级不锈钢，更耐腐蚀，更安全，不会造成水的2次污染。其次，优先选终身免换滤芯的。2. 过滤精度建议选40微米即可，高于40微米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低于40微米又会造成滤芯堵塞。40微米既能起到有效的过滤，又不影响水流量。3. 水流量，也就是水通量，小户型建议选3T 就够了，没必要盲目追求大流量。如果是120平以上的大户型，选择4到5吨每小时的比较合适，这样才能保障多点路同时用水的水量稳定。4. 滤网的冲洗模式，建议选择反冲洗加双面刮洗功能的双面冲刷、双面刮洗，可以更彻底的冲洗滤网，这样冲洗模式才会更彻底。5. 过滤器主体选无铅铜的，或者是隔铅铜，用着更安全。6. 安装了前置过滤器，一定要定期清理，这个要切记。前置过滤器滤芯不用更换，但是它必须要定期的反冲洗，否则会造成水质的2次污染。7. 如果你家的水压比较大，建议优先选择带防爆功能的，或者可以适当调节这个进水阀，防止水压过大造成这个杯体的爆裂。说在最后，前置过滤器可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家里的水龙头、花洒、洗衣机、洗碗机、热水器、净水器等这类涉水设备，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其次，提升用水水质，让你喝到没有泥沙、铁锈、毛发还有寄生虫的水，你说有没有用？而且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就能买个不错的品牌货，后期还没有耗材，可以给我一个不装的理由吗？对于前置过滤器是不是智商税，有必要安装吗？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小东前段时间出了一期视频，给粉丝朋友们做了全面解答。通过播放数据来看，说明大家对前置过滤器是非常感兴趣的。结合大家比较关心的前置过滤器选购问题，我们在电商平台选了6款热门产品，售价结合前置过滤器的选购要点，通过各项性能实际参数来对比一下哪一款比较优秀。首先看一下过滤精度，精度太高容易堵塞，精度太低不能保证过滤效果。行业公认40微米最佳，所以建议优先选择40微米的精度。那目前6款产品均为40微米，最重要的是还得看它们的拦截率。从数据上显示，伟星的是 82%， 美的的是 91%， 宾特尔 91.5%， 霍尼韦尔 97.6%， BK 98.2%。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价格最贵的 Como 竟然只有 80%。显而易见，40微米精度拦截率在 98% 以上为优秀。第二，出水流量主要影响水压和水量速度，一般出水流量达到每小时4吨到6吨就足够满足使用了。美的、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6吨每小时，伟星和 Como 为4吨每小时。虽然6款产品均满足日常使用，但是考虑前置用久了会有损耗，而且如果是老破小或者是高层住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优先选择大通量的。3. 材质工艺，前置过滤器的材质主要是看滤网、铜头和外层滤屏材质。目前几款产品都是采用316不锈钢滤网，差别不大，主要区别就是在铜头和滤屏材质。铜头有低铅铜和隔铅镀膜铜口，还有 PPR 材质和 POM 材质一体式隔铅工艺这4种，建议选择隔铅工艺，安全性更高。滤屏建议选择奶瓶级别，不含双酚 A。我们看一下这6款产品，伟星、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隔铅工艺。霍尼韦尔采用的是 POM 隔铅工艺，这种材质和水接触时间长了会变软变形，所以呢还是选择 PPR 材质比较优质。宾特尔的镀膜铜口说是隔铅膜，但是实际上还有可能造成2次污染。Como 和美的都是无铅环保铜，无铅铜一般是59或者是62，美的 BH63 这个铅含量高，可能会有重金属的析出。Como、美的、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用了不含双酚 A 的滤屏。4. 安装方式，
目前分为定向和万向两种，两者的区别就是定向只能一个方向固定安装，对安装空间要求比较高，而万向支持多角度安装，空间灵活性高。这6款产品只有美的的护卫舰和 BK 可以多角度安装。万向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阀头可以根据安装轨道进行360度的调节，始终保持机身垂直地面，而不像美的这种机身自己旋转适应管道，这样无法保持机身垂直，而且容易在底部堆积泥沙，清洗排污效果也不好。5. 冲洗方式。目前冲洗方式主要有直冲、反冲和虹吸3种。直冲效果一般，容易造成滤网堵塞；反冲效果好一点，但是对水压影响厉害；虹吸对水压影响小，效果也是最好的。6款产品尾星采用360度旋转反喷洗，但是无阀条。Homo 虽然是智能冲洗，但是单面刮擦还需要手动，设计不合理。美的的反冲式结构可能会对水压有影响。宾特尔、霍尼韦尔、BK 都是多种冲洗组合方式，比较推荐。6. 附加功能。真正实用的就是实时水压和防冻防爆。前者可以检测水压和记忆冲洗时间，后者是保证前者过滤器使用安全性。其中宾特尔、BK 都是有实时水压监测的。那6款产品呢，都具有防爆防冻功能。最后对几款产品的不足之处做一下总结。显然 BK 任意装这款前置过滤器，无论是从拦截率、通量、反冲洗、安装方式，还是附加功能等细节方面，综合得分都是最高的，1000元以内价格，推荐大家可以放心冲。前置过滤器到底有必要安装吗？这是很多装修业主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简单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滤网安在了入户水管上，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泥沙、铁锈、虫卵这些颗粒杂质的同时，还能保护家里的涉水电器不受堵塞。像我家房子刚入住1年，花洒就堵了好几次，洗脸刷牙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差，对于生活质量影响呢确实很大。后来安装了前置过滤器，家里的水质情况明显得到了改善，每次排污滤网上的杂质都是肉眼可见。所以呢，前置过滤器真是咱们家用水安全第一道防线，真的是刚需。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都建议安装。但是如果产品选错了，那还不如不装。冲洗费事，过滤不干净还好，要真买到质量差的，漏水都是小事，严重的甚至会爆炸。那前置过滤器应该怎么选呢？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选购攻略，看完这期视频保你不踩坑。1. 看过滤精度。过滤精度怎么选？滤网的过滤精度太高，会导致冲洗不干净，容易造成滤芯堵塞，影响水压。过滤精度太低呢，也不行，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起到不好的过滤效果。目前呢，行业内公认的黄金精度是40微米，认准这个参数就对了，能有效过滤的同时又不影响水压。2. 看出水流量。出水通量，买大不买小。不管你家是高层顶楼还是不梯老小区，是多个卫生间还是单个卫生间，都建议选择机身名牌标识通量6吨每小时，实测8吨每小时的，全部打开用水的时候也丝毫不会影响水压。但切记要认准机身标牌上的真实通量，很多品牌的前置宣传什么7吨8吨大通量，实际名牌却只有5吨每小时，这种千万别买，不然等到全屋用水的时候你就等着哭吧。3. 看材质工艺。很多前置过滤器都喜欢在用料上缩水，滤网、铜头、滤屏这3大件关乎到前置的耐用性及安全性，至关重要。滤网认准 316L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安全性也更高。滤网边缘要一体包裹式封装，不易脱丝，密封性更好。铜头要选择环保铜材质，并且认准阀头内置、食品级隔铅层这种，这样能有效避免水与铜的直接接触，不会造成水质的2次污染，才能确保用水健康。滤屏认准 Triton 材质，更抗冻、更抗压、更防爆，安全性更高。材料呢，一定要选择不含双酚 A 的，这是基础，关乎到健康。4. 看安装方式。能选万向安装的就不选定向安装的。所谓定向，就是只能固定方向安装，对安装环境限制很高，还需要各种改管加转接头，不仅安装成本增高了，而且后期还会影响过滤效果和清洗排污。像我家这种竖向的水管，就需要这种支持万向的惠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它的阀头可以360度调节，能适配多角度不同的安装环境。不管是横向还是竖向或是斜向，哪怕你家的管道再复杂，也能轻松驾驭。5. 看清洗方式，一定要选真正全自动清洗的，自动排污加自动刮洗。相比手动清洗呢，不仅用着更方便，而且使用寿命会更长。但需要留意，现在不少号称是自动清洗的产品其实还需要自己去转动排污阀的开关，麻烦不说，如果记性不好，1年都不会刮洗一次。
而这款富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是真正的全自动智能清洗，它能设置1至45天的清洗周期和5至95秒的清洗时长，每5秒一档。当达到预设时间后，便会自动360度正反旋转刮洗加虹吸重洗，彻底清洗后，污水会从底部排出，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彻底解放双手。总的来说呢，前置过滤器确实有必要安装，而且还是典型的花小钱就能提高生活品质的好东西，一次投入就能用很多年，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不管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空调为房间提供适宜的温度，那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空调现如今也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刚需家电了。说到家用空调，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有中央空调、风管机、柜机、壁挂机等。那其中，家用中央空调一直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一阵抢购风潮，甚至成为了很多高档住宅的标配。家用中央空调又称多联机，与传统的分体式空调相比，它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颜值高，不可否认，多数安装中央空调的家庭选择中央空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具备很好的装饰性，且颜值颇高。不同于分体空调，插座、电源线、管线，包括室内机，全部裸露在外的安装方式。中央空调的室内机和管线，由于是隐藏在吊顶之中的，所以外观上看只有出风口和回风管，装饰效果看上去既整洁又美观，还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其次，舒适性不错，用过分体空调的都知道，不管是壁挂式还是柜机空调，都有送风直吹人的缺点，而且室内温度温差大，恒温不稳定的毛病。而中央空调的送风口都在棚顶之上，因此送风的过程也就是从上往下，不会直接吹到人身上，所以风感也让人感觉更加柔和舒适。另外，中央空调内机是在吊顶中运行，吊顶会隔绝一定的噪音，体验感也更佳。在我看来，这2点优势也是它受市场青睐的重要原因。另外，品质档次高，这一点就不做过多解释了。事实上，很多大宅和别墅的住户选择安装中央空调，基本上也代表了家里的装修也必然是高品质的。所以说，家用中央空调也被打上了高档的标签。小结，通过上述3点，大家也不难看出，家用中央空调不仅档次高，又节省空间，而且还有很高的舒适性，可以说诸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越来越少人在家装中选择中央空调了，甚至有些安装中央空调的家庭用过几年也都后悔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导致家用中央空调从曾经的万人追捧到日渐被冷落。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家用中央空调跌下神坛的几点原因，不妨一起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第一点，价格贵。家用中央空调高昂的售价让很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我们不妨来做个对比。目前市场上的挂机空调一台价格在2000上下，柜机空调品牌机也不过4、5千元左右。如果是普通的3居或4居室，总体价格在1万到1万5之间。但如果选择中央空调，同样的居室和面积，即便选择国产机，普通也在3、4万左右。如果是进口品牌，价格更高，总体造价是普通空调的3至4倍，甚至更高。两者相比，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年大家挣钱都不易，自然很多家庭就放弃了中央空调。第二点，安装难度高。家用中央空调10分讲究3分产品7分安装，如果安装不到位，也很难把它的优势和性能发挥到最佳。与分体式空调不同，中央空调安装前要提前规划好每一台室内机的位置，包括管线的走向、空调的孔洞大小、位置等，还涉及到出风口、回风口以及检修口，安装的复杂性以及难度可想而知，稍有偏差，可能都会影响到日后使用。第三点，维修麻烦。从中央空调的安装难度也可以看出，如果后期出现问题，维修起来太麻烦。首先，中央空调毕竟也是台机器，谁也不敢保证后期不出现一点问题。比如说，如果前期的调试和安装工作没有做好，后期使用中发现有漏水或渗水的情况，那不仅维修代价高，成本也高。因为中央空调是安装在吊顶内，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安装好的吊顶破坏掉，再建插漏电或者重新布置管线。除此之外，中央空调都是以一拖 N 的设计，也就是说一台主机控制多个室内机，这就导致了外机一旦出现了故障，家里所有的空调都会影响使用。第四点，使用成本高。家用中央空调的使用成本涉及到2个方面，一方面是日常的耗电量，一方面是后期的清洁养护。要知道，家用中央空调普通都是大功率，虽然能带来送风面积大、范围广，
以及制冷效率快等优势，但同时它的耗电量自然也不低。如果使用普通空调，你家每月的电费在200-300左右的话，假如换成中央空调，那么每月花费500-600元还算比较节省，两者相差成本巨大。另外，中央空调也需要定期做维护清洁，如果是普通空调，只需要定期清洁过滤网即可，咱们自己就可以动手完成。但中央空调就必须要请专业人员做清洁养护，这也无形中增加不少的费用。第5点，空间显压抑。家用中央空调虽说装饰性美观、颜值高，但对于小户型住宅并不友好。咱们都知道，中央空调的安装需要隐藏在吊顶上，虽然中央空调室内机体积更小，但至少也要下挂吊顶30公分，这也导致安装完成后会压缩房子的整体高度。现在普通住宅的层高一般在2.7米，如果安装中央空调，层高只剩下2.4米左右，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边，势必会有一种空间的压抑感。结语：综上所述，家用中央空调的这些缺点，注定成为了它跌下神坛，日渐被冷落的主要原因。像近些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有了前车之鉴，都在2次装修的时候改用了传统的分体空调。这一点在小东看来也很好理解。虽说传统的壁挂机看上去不怎么高大上，但它更适合绝大多数家庭使用。和中央空调相比，优势更加明显，价格实惠，使用省心，维修维护方便。更关键的是，目前的壁挂空调普遍搭载的都是变频技术，使用舒适度上也并不差，完全可以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所以说，除非你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而且也有能力去负担高昂的费用，那么可以毫无犹豫地选择中央空调。如果你认为空调只是咱们生活中的刚需电器，那么实惠好用的普通空调一定是不二选择。